嗨，大家好。现在呢，我在多伦多downtown这边啊，面对的就是 Old City Hall。上次呢，我已经到它门前来走过一下了啊。可以看看啊，这个 City Hall 上面的钟楼呢，每到整点啊，它就会打钟。现在应该刚好是一个整点的时候，上午9点钟。我呢，从我女儿的住处啊，到这边来逛一逛街啊，正对这个后面给大家看一看。现在我正对的这条街呢，就是号称金融界的Bay Street，就贝街啊。这边一个 TD 银行，拐过来呢，对面就是新的市政厅。那天跟我女儿已经来逛过，但我今天呢，再到门前去打卡，看看早上的前出太阳的时候，这个新的市政厅的感觉会不会跟我那天傍晚看到的有些不太一样？这边呢也到处都会有这样的地图啊，就跟我们中国现在街头的这些地图也差不了多少，就给你一个明确的指示啊，你现在在哪里，然后呢，大概5分钟的一个走路啊，你能够去到哪里，都会有非常明确的标示。你看这边的这个桌椅上啊，虽然也都是石头的桌椅啊，看似简陋，但是呢，它放了一些国际象棋的棋盘啊，所以大家也不需要带这些棋盘过来了，直接在上面就可以摆龙门阵了。早起的鸽子已经在外面觅食了。这里呢，就是多伦多的市政厅，2个半圆的大楼啊，围着一个飞碟，就感觉还是蛮有设计感的。而门口的这个池子呢，我估计很快啊，再过个不知道什么时候结了冰以后就可以溜冰了。今天还是有点冷啊，早上可能2、3度、1、2度这样的气候啊。我们环顾一周，在我身后的呢，就是多伦多的市政厅。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市政厅的边上的高楼林立啊，几乎就是把这个市政厅围了一圈。天上的这些鸟们在飞翔啊。虽然今天有些冷，但是应该还是一个晴天。昨天呢，就是一个下雨天了。但是我问了一下这边的人呢，应该没有像温哥华那样的季节多变啊。相对来讲，
这边的气候在这个时段啊还算好一些，但是呢，过不了多久啊，相信冬季就要来临了。这个边上应该搭了一个算是什么呢？舞台吗？有一个搞不清楚什么意义的雕塑。最近呢，加拿大的夏令时刚过啊，所以现在已经9点多钟了，看到这个太阳刚刚爬起来。我们再回望一下这个广场，这个就是多伦多的市政厅门前的那个广场啊，应该可以把它称之为一个市民广场吧。今天礼拜6啊，我不知道这个门开不开。推了一下市政厅的门，没有开啊，估计今天是休息天。但是我看里面的都是亮着灯的啊，不知道是不是预约了还是可以进去办事。今天呢，就是纯粹出来走走路、逛逛街，沾一沾多伦多的地气。加拿大的2座大城，对于温哥华来讲的话呢，已经去过了很多次了，相对比较了解。但是对于多伦多呢，还是非常的陌生。但是呢，也有一些好奇。就这边的这个景色，可能跟这个季节有关啊，还是非常的冷的色调。但是呢，在这些看上去打理的不是特别好的绿植的这种丛中，已经褪了色的草坪之中就会有很多的小松鼠。而且呢，这边的人还是蛮有一些艺术的感觉啊。你看，到处都会有这些艺术的这种雕塑，但我相信这肯定是为了一种纪念啊。这是纪念英国的丘吉尔首相的这么一个雕像，刻着他知名的一些言论很有意思啊。一个英国的首相放在加拿大的多伦多的市政厅边上作为一个纪念。当然，这个可能是纪念2战胜利有关的一些纪念物吧。
我知道这边有一栋楼房啊，但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栋。当时他们多伦多大学1年级呢，一般是要求住在学校的宿舍里面啊，而这里呢就有一栋楼是他们这个学校学生宿舍，或者说是离开他们这个学校比较远的一个由以前的酒店改建而成的宿舍。当时呢，我的小孩就是预约了这个宿舍啊，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呢，其实这一年并没有来住。虽然呢是在downtown这边啊，这些街道的两侧呢，还是可以看到一些熟悉的中文的招牌，当然主要是一些餐馆。周末的街头啊，显得有些空旷啊。你可以看到对面这种老房子了啊，让人想到上海淮海路有一些路段上的房子就有点跟这个像。但是呢，往前面看呢，大部分的房子啊都已经是重新翻建了，或者说拆掉了重建了。现在我走的这条街呢叫 Dundas Street， 这个 Dundas 呢在这边还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地标。就再往前走一点点路啊，现在我就从这个 Bay Street 走到前面的样街上。在这条样街和 Dundas Street 交界的地方呢，就是我前天吧刚来的那天晚上曾经去光顾过的，就是这边的一个 Dundas Square， 应该是这边最热闹的地方啊，类似于纽约的时代广场。那天呢看到一些夜景，今天呢再走到它跟前去看看它白天的模样。这个附近呢就是多伦多最繁华最热闹的商业地带了，和这条非常长，据说有不知道多少公里啊，反正我忘了，超过100公里。这条样街呢在downtown这段是最热闹的地方，而和它并排着的 Bay Street 呢就是金融方面的一条主街，所以商业和金融相辅相成，组成了多伦多downtown这边的主要的2条街区。
我原本以为啊，多伦多也是北方地区，应该说大家还是缩着脖子啊走路，或者都是在车里面。但其实这边骑自行车的人很多。你像这个呢，就是共享的单车，但是呢，我问了一下，好像要注册，要有网络等等吧，并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租车。而且呢，它这个租用的费用其实也不便宜啊。所以呢，我想我还是先熟悉一下环境啊，走走路。现在呢，就已经来到了这个 Dundas 和 Yonge Street 的交界地方了。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地方，跟我那天晚上看到的还是有些不太一样啊。对，其实还是晚上比较热闹一些。看到对面呢，有一个红色的505号的 Streetcar。就是这种啊，长得跟地铁一样的路面电车，还是一道风景啊。只可惜呢，那天我也是等了半天，想搭一段，结果等了好久都没来，结果还是放弃了。所以呢，这些公共交通啊，相对来讲啊，有，但是效率并不高。这个广场，我相信啊，到了一些节假日啊、周末时候，应该是非常的热闹的啊。突然发现一个好玩的亭子，这 Visitor Information。你看这个像一个什么呢？像一个水壶，但这上面呢画满了一些涂鸦啊，应该是有意为之的。你看，这是一个 Visitor Information。对面呢就是多伦多的 Eaton Center。就那天我们已经在里面走过一段路了。上次已经跟大家展示过，在这个下面马路的下面呢，其实还有一条马路，它叫 Pass。Pass 呢，英文的意思就是一条过道啊。但它这个呢是用4个字母的开头组成的，刚好变成了一个 Pass。但实际上呢是地下的一个商城，大概延绵10几多少公里啊。就在冬天的时候呢特别有用。但是这条 Pass 呢，好像也就是从这个 Dundas 开始，一直到联合车站。当然，这个里面像蜘蛛网一样的，还是四通八达的。现在呢，我就沿着样街由南向北来走一段，走一走这条号称最繁华的街道，应该说最热闹的街道啊，才比较准确，因为我并没有看到有那么繁华。前面呢就看到了有一栋高楼啊，这栋高楼呢是一栋住宅楼。我的小孩第2年呢就住在这个里面啊，但现在呢已经搬了出来。正好走到这边呢，也准备去逛一逛。
这边呢是另外一个大学的一个区域啊，这个是一个学习中心，看上去也相当不错。加拿大呢，特别是这些大城市啊，无论是温哥华还是多伦多，这些年呢都趁着移民大潮啊，就移民带来的一些消费，尤其是对住宅这样的需要，当然还有商业设施等等的需要，所以呢到处都在拆建，就整个城市呢都在更新换代啊，改变面貌之中。所以这些市中心地方呢，因为太多的施工啊，有时候就会造成一些拥堵，或者呢原本就不太宽敞的这些马路啊，在人口增加带来的这些交通问题呢，就变得越来越复杂。你看啊，我走到这边呢，又是一个脚手架的下面。这边呢又在盖大楼了，所以这一波建设的潮呢，相信会持续很多年啊。我们来看看这个街头，像这些呢都是老房子了，所以现在这些老房子呢就慢慢被拆掉很多。建一个一个的大高楼，这边也是啊。但是呢，它有时候啊，还是会保留一部分的老房子的墙体啊。你看这个好像它就是要保留这个墙体，然后有时候就让你感觉是一栋老楼，但推门进入呢，后面其实立着一栋崭新的大楼，就它以这样的一种形式，多多少少的还保留着一些以往的旧貌和老味道啊。现在我正对这栋楼呢，就是我小孩曾经这里租住过的一栋非常高的住宅大楼。加拿大这边呢，很多人买房子，并不是一定是为了自己住啊，很多的都是投资收取租金。当然了，运气好的话呢，房价也会涨一些。甚至在有些时段呢，涨得还相当不错啊。所以就是出租给需要的学生、工作的人员，所以它就是一个投资房。所以这个楼里面呢，很多的住户啊，都不是业主本人。因为这里呢进一个车站就进一个叫 College 的车站，所以这边的名字也叫 College Park。为什么叫 College 呢？我个人感觉啊，就是跟多伦大学门前这条 College Street 是有关系的，就是因为边上有个巨大的大学。这个地方呢，为什么要来逛一逛呢？因为当时找房子的时候查过很多资料，
在地图上呢也看过很多这边的环境，就感觉这里还是很方便。这个地方呢，其实下面就是直通这个 College Station 一条地铁线，下面呢也有很多的像 Metro 这样的大的超市等等。更有意思的呢是这个地方呢有一条溜冰道，但现在应该还没有结冰就到了冬天时候呢，它这边就会作为一条冰道。据说呢是为了纪念一位奥运的冠军。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条道它到时候呢就会在这个道上呢铺上水，然后呢结成冰。但我现在走在上面就感觉有点滑滑的。这里呢也有一些高的住宅虽然有一些年头，但看起来非常扎实。那这栋呢是新建的高楼，下面呢还有一个 IKEA， 所以买家具非常的方便我还蛮喜欢这个环境。其实这边穿出去对面呢就是贝街了，也就是这个街区这个 College Park 呢是介于贝街和样街之间的这么一块地。我现在走到里面来了这个就是走到地上一层了。这里呢就是那个叫 Metro 的大超市从前面呢就回到样街，但是从这边的箭头指向呢就是 College Street 和 Subway， 就是可以去到车站。这个呢就是 Metro， 这边呢应该还有个food court，虽然不是很大但是也是一个food court。现在好像都没有开门。就这个楼下呢，其实也是一个小广场往前走呢，就是去到地铁了。
十里街上啊，地铁还是有不少的 security 保安。这个呢就是 College 这个车站。多伦多呢一共就4条地铁，1条游行的，2条横的，还有1条是什么方向的我也没搞明白。基本上来讲呢，地铁只是到一些downtown啊，还有就是一些卫星城，但是更多地方呢是没有地铁的，只能靠公交，或者呢更多的大家还是要开车出行了。特别是出了downtown呢，基本上就只能是通过开车出行才能够解决交通的问题。这边呢也有很多的房子啊，这些房子呢有很多其实都是学生居住的，因为这边的多伦多大学啊，很多的学生。这边呢有一个巴士亭，这栋房子啊，写的是1891年建的房子，也是有一些年头了啊。对面这个 College Park 的一部分啊，这栋楼，我相信也是一栋老楼啊。这边的交通呢是这样啊，我前几天买了一张交通卡，这张交通卡里面呢你自己充值，然后呢就是可以刷卡上这些公交车，或者呢就是搭乘地铁，一次呢3块3毛钱，在2个小时之内呢免费换乘。也就是说，你如果去到某个地方办个事，没到2个小时的话呢，你再回来也还是这个3块3毛钱。当然3块3毛钱呢，应该是用那个卡刷的那个金额，可能你在那个售票机上面直接买票的话，可能会比这个稍微贵一点吧。
这个就是 Street Car， 这个是506，也很多条线的。这就是背街啊，背街一直延伸到北面来。现在呢，我继续在这条 College Street 上面走一段。所以这些边上呢，时不时就会见到一些残留着岁月痕迹的老的大楼，相信呢应该都是超过100年了。看来对面呢是一个教堂，所以这个教堂呢基本上是不会拆掉的。看到这边很多人呢对交通规则还是漠视的人挺多的，这个红灯大家也照着不误，就是按照中国小品讲的，走着走着就路了。你看这个教堂应该也很古老了，不知道还使不使用啊。这小松鼠，这边还有一只在爬树。我就注意观察一下啊，这边你看这个街道地下，到了冬天呢，这些树啊都枯了，底下草呢也没了，但是好像还是有人来补种了一些花，让它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色彩。
好了，我已经走了40分钟，应该有了吧。前面呢就是 Queen's Park， 这条大街呢是 University， 专门就是大学路啊。那在这边呢，我就结束我今天第一段的步行和大家的分享。这边这个站呢叫 Queen's Park 站，看到的就是整个宽敞的一敞开式的公园啊。过了马路啊，或者从这边开始呢，就是多伦多大学的校园了。我们下一段步行继续，谢谢大家的观赏，再见，拜拜。